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呃，这几天啊，因为吃瓜啊，也和各地的网友啊都有交流，特别是在评论区里边儿，哎，我也真学到了一些新的名词儿啊。这个之前和我的生活距离得太远，我真的不清楚，所以啊，也特别感谢这个各地网友啊，特别是台湾网友啊，给我的一些提示和解释。第一个词啊，就是更生人啊，自力更生那个更生是自力更生的更生，是的啊，更生人。这更生人的意思呢，哎，就是从监狱服刑后啊，重回社会的人们，就是刑满释放犯。在台湾啊，他们被称为更生人，哎，带有这还是有正面的含义的啊，其实就是获得新生嘛，自我反省，改正错误，哎，以积极的这种态度面对生活。更生人，那当时呢，有人说这个陈胖陈老师就是更生人，那么现在陈胖说呢，我们不是有案底的，我们和解了，我赔了钱。那到底卷宗里怎么写呢？我还没有能力去查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词儿，更生人是不少热心的台湾网友啊，在下边评论区啊写了好多的这个解释啊。另外一个词儿啊，是从那个泰国张叔，就浑身大纹身那哥们儿，长脸儿，他那个有个词儿叫案内人，这个词儿我更摸不着头脑了。这案内人难道也是被抓住过吗？你看案子嘛，后来发现我理解错了。哎，这个案内人啊，在日语中说是导游的意思。哎，放到这个歌舞伎町啊，指的就是皮条客。哎，意思就是引路人。哎，这个就是找那个门道的人啊，你懂的。如果你作为外国游客，你到了这个日本啊，这个案内人会引导你到各种特色的这个酒馆啊，哎，就那种地方是吧？而且不宰客啊，但是客人喝的每一瓶酒里边啊，都有他们的这个收入啊，回扣会说。所以如果少了案内人啊，那么你这游客啊，在这个歌舞伎町啊，可能会寸步难行。哎，而且呢，你就算找到这个地方了，可能价格也比较高。就这么一个说法，这叫案内人。案内人、更生人，哎呀，这俩人啊，我是刚知道点意思啊。那么现在这个肖恩老师和陈老师的这个撕逼事件啊，看起来是要静一下了，因为这个陈老师发了一期视频之后啊，肖恩是没有回应，哎，不做回应，这就是我说的可能一种，最可能的一种这个沉寂的办法，将这个事件就是慢慢冷却下来。我不提，我当做这事情没有发生。实际上呢，可能很多网友啊，特别是台湾的网友不服气啊，要求大家退订啊，怎么样的？实际上对肖恩主频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即使对于他的光之 TV 影响也不大。一会儿啊，会为大家展示这个肖恩的一些光之 TV 的数据，还是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啊。那只能咱就实事求是的说。那么今天开始啊，我们还是先读一下这个评论啊。我在昨天啊有一个直播啊，为什么要直播呢？就是因为实在是没时间压缩视频啊，做字幕上传，就采用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做直播得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比较省事儿了，是吧？呃，那么，哎呦，我这个突然直播，我试话筒的还有人看呢，我没删掉啊，我得把它删掉啊。这是我昨天做的一个直播，用 StreamYard 的。对不起啊，那这个出了点问题，就是网络有问题。我当时用2台手机做 backup，以为这个信号要弱了，换那个，结果没切换好。那现在啊，就有这个网友给我介绍说呀，说东阳富商、严东西2位博主都分析的透彻，很精彩，叫邱淑瑜这个网友，哎。我确实是这2位的频道我都看过，这个严老师呢和我还有一些互动啊，这个我在清迈的时候呢关注过他的频道啊。其实呢，我当时啊是在搜这个乐器，就搜到他的频道了。我当时实际上在脸书上啊，这个租个这个吉他啊，因为我时间比较短嘛，所以就没有和严老师联系。所以下次去的话呢，肯定会和他联系，借把乐器是吧，过过瘾，看人家专业人士的这个东西，这个吉他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毕竟是业余爱好者。另外一个朋友叫马琳达菜啊，他说呢，他说还是看您的视频比较轻松自然啊，口齿清晰，没字幕也没关系。谢谢谢谢。我昨天那个直播啊是非常临时的一个直播啊，这是昨天直播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在原来老的视频里边啊，也有不少的新的朋友的留言，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那么
就是关于在陈老师道歉的这个视频里边啊，有不少网友的留言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张小振啊，他说呢，一个晚交卷啊，一个不交卷，那么有交卷的至少打60分吧，没交卷的还是0分啊。你要当老师，这学生对你肯定服气儿，这交了卷就60分啊。我当年交卷的也有不及格了啊，我大部分卷子还都是及格的。肖恩的主要业务呢是在抖音、小红书、快手等中国影音平台所谓的泰国高僧加持佛光啊，利益近1000倍。其实油管是他的副业，好吧？另外呢，这个痴汉大叔啊，他留言说：“我是台湾朋友啊，在偶然看到肖恩视频，觉得自然有趣不做作，就像追剧一样。如今搭档分手啊，虽然遗憾啊，就像离婚夫妻各自安好的各自安生，是吧？我不是当事人，不知内幕，所以无法评论谁的对错。但是睡女粉就太愉悦了，很多小有名气的艺人名人搞这种狗毛倒灶也不少啊，这会让人不齿。反正两边的视频都会看，久了就会看出端倪。至于台湾人三观不正的不少，只要炒抗中议题，狗熊都能变英雄。最后只有祝福肖恩越来越好，还蛮欣赏有礼貌有家教的肖恩，好吧？这是肖恩的粉丝的留言啊，好吧？他是作为一个，他是作为一个可能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看法啊，留了很长的言，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啊。那么叫苏珊王说呢，真正要道歉的是肖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叫陈启文吧，启文陈，他说呢，主要他爆料让一部分台湾人清醒，也愿意道歉啊，基本上他传达的比较正面，就关于陈老师这个道歉的事儿啊，在各大的这个吃瓜的 YouTuber 里面呢，基本上都提到了啊，大多数人呢是持正面态度，应该说这种操作啊也是教科书式的操作。这对于大家的这个公关危机里边的处理手段，如果你不是处于特别强势的，或者是这个损失对你来说是不可负担的话呢，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道歉。就我前面说的话，挨打就要立正。那肖恩为什么不道歉呢？肖恩不道歉的理由很多。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留言里边，他还有很多铁粉啊在支持，觉得肖恩在公开的方面没做错什么，而且有人觉得肖恩的视频不做作，这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视频他的表演程度的这种表演痕迹的理解的接受能力的不同。我一开始觉得肖恩也是不做作，后来看多了之后呢，觉得表情还是略微夸张。但是啊，对于这种逛吃 TV 来说，这倒是我觉得是必须的啊，不然的话，就像我们这样这个比较素面朝天的哈，就是动作五官幅度比较小的，它真的不是太吸引人，除非你脑子里边装 AI，出口成章是吧？或者出口成脏也行，就是你总归你得吸引人、打动人，把人的视角引过来。陈胖啊，陈老师五官呢也比较大啊，然后他们两个还都是这个。他说头比较大的这个 YouTuber， 所以呢表情看着都比较生动啊，这是逛吃 TV 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哎呦，这有一个新的留言啊，我还没看呢，叫陈，他说呢，陈老师如果真的在台湾睡粉的话，对方被顺的粉丝的父亲是台的警察，嚯！如果粉丝要追究，陈根本就离不开台湾啊，在台就直接的被拘捕判刑了，所以这个事儿是要查证的，因为这事儿是在台湾的 YouTuber 博成传出来的，我们要再向他查证啊，再回复你。好像这个网友啊，之前我回复过他，他好像是台湾的这个警界的或者是什么监察的这一类的人士，所以呢，他还是很正面的发了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说法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网友的留言，有的也比较长，我就先不读了啊。我今天主要是想讲肖恩的收入啊，因为很多朋友也讲过，包括昨天有个网友在咨询说肖恩到底挣了多少钱。我们看一下，那么在我这是昨天看的这个视频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在分析肖恩视频里边的这个
博主啊有很多，其中不少就是分析肖恩的频道到底挣了多少钱。哎，到底挣了多少钱？你得问陈胖或者肖恩，他俩知道。咱们呢也都是瞎估计啊。那么瞎估计的话呢，也有瞎估计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大概的是吧？大概的方向。那么这里边啊还有很多普通的网友，哎，普通的网友的留言啊，我们看到这里边就是从肖恩的 YouTube 平台网友要求道歉的分歧想到的啊，这个叫堂姐日记是吧？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号，我以前没看过，这是搜出来的。下边呢也是啊，很多这个原来对这类事情不太关注的网友的留言啊，所以他们的视频不是留言啊，这个面是很广的啊，除了部分啊比较。那种激烈的政论性频道啊，就是垂直度比较高的，只谈川普的或者只谈某某某的，其他的人很多人啊都在，你可以说是蹭着流量也好，或者踩这个热点也好，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吧？因为这个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处于八卦新闻的领域啊，它总体来说啊，危害性不是太大，因为有的话说了以后你就知道的，在中国大陆啊，它是很有问题的啊。这是啊，我们以前关注的叫 TC 在清迈啊，他的这个一个视频，他也用 AI 来分析了。你看他说什么呢？我的 AI 嘴替3大 AI 分析肖恩、陈老师皮条客的逻辑和动机。这个皮条客啊，我后来才弄明白是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内人啊。他称为马脸儿，确实是脸很长那哥们儿，马脸皮条客，好吧？所以你看这个面还是很广的啊，不光是和泰国有关的，甚至在北欧的，在美国的，哎，都有人在关注这个事情。那讲完这个呀，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肖恩逛吃这 TV 他到底挣了多少钱？我前面讲过多少次啊？我说这个你抛开啊他们俩的争端不谈，这个肖恩逛吃 TV，他们这个肖恩老师和陈胖老师这两个人合作的频道，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并且站在了大概90%的 YouTube，90%都不止，95%以上的 YouTuber 的上面啊。也基本上站在了所有的这些吃瓜频道的上面，就是它的数据啊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我前后啊拉了多少遍啊，也反复的看比较，也找一些其他人的模型来看。这个肖恩的这个逛吃 TV 啊，是抓住了热点啊，就是东南亚和中国啊，包括这个台湾等等啊，这些东南亚这些旅游的热点地区，美食旅游的中文频道，这么称为逛吃 TV 啊，或者是吃播这一类的节目。那这类节目呢，它的数据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粘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它主要发布呢4K 这种高清的美食的旅游视频啊，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亚洲地区等等，还有什么巴基斯坦，好像我记得哈。视频大多数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而且呢，好像开通了会员频道，后来又关了，是吧？整体来说呀，观看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台湾的内容表现最佳啊。在泰国呢，这个观看量呢从1万多到10万多不等。马来西亚呢，最高的也有接近20万观看量的啊，就是单视频。而在台湾啊，有接近100万的这个一个视频的观看量啊，这是非常爆的。在中国大陆呢，是基本上是1-2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观看量，就是美视频啊。所以在吃播啊，或者说这种逛吃 TV 里边，肖恩和陈老师这个频道啊，我个人觉得啊，做的确实是非常好啊，因为在台湾的这个美食视频里边，很多个视频都超过了50万次啊，刚才说了，顶级的这个热门视频到了100万加啊，那么基于这个数啊，我们对它的这个频道收益的分析啊，就不能太保守啊。那么像这种逛吃 TV 啊，它的 CPM 呢，大概是就是每1000次观看的收入啊，大概是在$2到$5的区间啊。实际上呢，YouTube 啊，对于这个频道的这个CPM 啊，它是有一个歧视性政策的，可以说，就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啊，越更偏向于啊，就是倾向于或者类似于西方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这些这种场景的视频，观看量更多。比如在我过去的视频里面，比如一讲诺奖
诺贝尔奖的这些视频，虽然观看量不大，但是单视频的收益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和北欧相关的话题，像挪威、丹麦、瑞典啊、芬兰。这是非常高的，这些地方相关的。如果是在这儿生活的朋友，自己能做一个像肖恩这样的频道，哎，那你绝对是发了，衣食无忧。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加拿大、北美地区的，再一个就是像澳大利亚啊这些英语主流国家的。那么在东亚啊，像日本、韩国啊也是比较高的，包括台湾也是比较高的。那到东南亚就要低一些，到泰国其实更低了，到印度是最低啊。这是我大概的一个说法啊，如果我指的是土生土长的当地频道，只做当地视频，它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很多印度的这 YouTuber 啊，观看量是特别大，但是收入呢很低啊，它就是根据广告商他的投入是吧？人家不愿意在你这投这个广告，自然就没有收入。那肖恩呢，他走的地区啊都是旅游热点地区，所以他和陈胖的收入啊，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肖恩呢，他批评这个陈胖里面呢，认为陈胖花销比较大，钱不够用。这个事吧，我们无从判断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五五分成的话呢，是肯定是够这个生活费用的，并且还是不拘谨的生活费用啊。所以，那么这个计算起来呢，还是比较麻烦，因为肖恩的主频道啊，光之 TV 的主频道呢，大概是500-600个视频吧，就是总体来说，短视频加直播加长视频，一共是724个视频，包括那2个出问题之后解释的视频，724个。这724个视频啊，很多都是比较长的啊，都是有的接近半小时，有的是更长。那么特别是在台湾啊，台湾的有些视频里边，还是另外呢，这里边有大量的植入广告，你留心的话可以看到。另外这里边他还有他自己的 eSIM 啊、佛牌啊这些收入，所以这个频道啊可以说是通过精心策划和包装啊，做到了内容和这个它的形式的组合的多样化啊，是一个我讲啊，就超过了绝大多数光视 TV 的频道，这个业务的模式也很稳定，观众的这种基础的认同啊，品牌的认同度也非常高。这也是出了事之后，很多的台湾网友啊，就是特别不忿的原因，因为原来他们都是最忠实的观众啊。我觉得现在他的这个频道收入年收入肯定是超过10万美元了，我觉得。那么更细的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在 Social Blade 的数据啊。那么 Social Blade 呀，是我前面给一个网友留言的时候介绍过的。因为像这样分析的这个频道啊是很多的，那 Social Blade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Social Blade 的数据啊。Social Blade 是好啊，这是肖恩的频道的 Social Blade 的数据。我把我的头像弄小一点，别挡住了人家的视线，好吧？肖恩光吃 TV 啊，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724个视频啊。那么目前的订阅量呢是30万09千，整个观看量啊是11113万观看量，1亿1000万观看量啊。那么它这个频道啊，注册地呢应该也是在台湾啊。那么这个频道呢，实际上它在2014年就创立了，哎，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那目前看起来呢，它的 Total Grid 啊，就是这个 Social Blade 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对 YouTuber 进行数据分析这么一个网站。然后呢，这是有插件，也可以在手机上看。我现在是在电脑上看。那么他对这些频道啊进行了 A、B、C、D 这么一个打分啊，绝大多数的小频道呢都是在 C 的范围内挣扎。那有做的比较好的能到 B 减甚至 B 加，还有 A 的啊更顶级的。你比如说王志安的频道啊，可能就进入了 A 吧，我不知道啊。新一奶爸是不是在 A 我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吧，看它的其他数据啊。你看到了吗？
这是在过去啊，看到这个数了吗？这个数字我不用放大吧，大家能看清的啊。这是在陈胖曝光啊，这个他们之间的纠纷之后，减的这个减粉的情况啊，可以看到这是2000、5000、6000，这是13000，13000啊，这是19000、20000、24000啊，24000，就是从事发到现在，这个肖恩逛吃 TV 呢是24000，减粉。那如果加上是24000的话呢，他现在实际的粉丝呢应该是到33万多啊，是这么个量。所以大家看到啊，就是即使您咬牙切齿的说大家退订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因为 YouTube 的推荐机制啊，很多时候呢它不一定让你看见，所以如果要退订，你就得专门搜到这个频道，然后再点退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啊，对我也是这样的。其实，除非你极其痛恨这个人，你才会退订。所以呢，经过这么大的风波啊，可以说消沉跌倒啊，大家吃饱，那实际上人家自己的这个基本盘是没有多大变化的。这也是我们在评论里边看到啊，确实还是有不少人在支持肖恩的啊。那么观看量是相反的啊，大家看到了吗？它的这个订阅量啊，虽然是这个倒的比较多啊，这应该大家这个图就看得很清楚了啊。Total subscribers weekly 啊，就是周的这个订阅数，可以看到这儿降了非常多啊。我把这图放大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放大一下。还放大不了啊，在手机上能看到这个放大的图像。那么它的收入啊，这中间写的很明白。那么他估计月度的收入呢是$447到$7100之间，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那到底是多少呢？我觉得这个频道啊，我用计算器摁了一下，它应该是取比较高的值，每个月每周吧5、6000啊，问题是不大的。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它这个每年的收入是$5400到$85000，我觉得也肯定要去靠近上限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频道2年啊，最少我们说最少，收入呢是在10几万美元左右，最少啊。但是这个数里边啊，还有挨个的详细的分析，就是那700多个视频呢，根据它这个发生的地区、它的观看情况等等做个详细分析。就是说，肖恩逛吃 TV 如果按照人民币来核算，就单观看量的这个收入啊，我觉得100多万到200来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呢，它还有业配，有会员，有这个自己的 eSIM 和佛牌的贴牌广告，所以肖恩逛吃 TV 啊，我觉得，总的收入啊，毛的收益500多万人民币是有可能的啊。就是它这个范围比较宽啊，是300多万到500万之间，它只能这么说。其他人估计的数呢，也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都有啊。这是我个人感觉啊，肖恩的这个频道，它可能的这个收益啊。那么它的这个频道里边啊，实际上在5月份啊有一个大的增长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9月份啊，5个月前有一个大的观看量增长，可以看到啊，包括订阅数也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图线上能看到。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打开了肖恩的逛吃 TV， 那么在5 months ago， 在5个月之前，它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台湾啊，从清迈到台湾啊，后来也到了南京啊。那么观看量比较大的呢，实际上是在台湾的几个，有100多万的啊，100多万的观看量。我们排一下，重新排下去啊，这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我们看 popular 啊，观看量最高的210万是1年之前的啊，就是在台湾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吧，210万、120万一个视频的观看量啊，100万、100万啊，接近100万的有10来个视频啊，这个很惊人的啊，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你要说这2个人有多深的背景没有啊？他们有的呢是什么呢？是可能有的朋友认为不做作，我个人感觉呢，还是有相当的这种表演性的表情，加上他们的认真的这个数据采集，就是选地方选得好，加上更重要的是呢，是台湾网友的热情啊。
啊，这是它观看量最高的这么一个排序啊。那么5个月前的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不少有几个观看高峰。当然，我现在这个数据是是从是从过去的这个1年的数据，更早的没有啊，所以就这么一个数据。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说实话，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这个频道呢，就也不能叫作废了就这么就可能要走入歧路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弄了，因为即使你不当回事儿，那可能有很多人在下边留各种各样的言，仍然会有人观看感觉不一样了。起码再去台湾，或者他们会不会再去台湾，就难说了。因为从这个频道来说毫无疑问台湾是给了他最大的这个市场也给了他最大的这个面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哎呀，这个很遗憾只能说是很遗憾，是吧？那其他的几位 YouTuber 包括西康。严东西还有其他人都在评论，这个西康的评论还是很好玩的。大家知道西康和肖恩是有过几个比较这个过去有过几个怼的这个视频包括我也评论过这个事儿那么西康认为肖恩呢是棋差好几招，不是棋差一招。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差在哪儿了呢？差在就是说他找了一个错误的人来帮他解释，就是指那位案内人就是这个泰国张叔。他认为这个泰国张叔帮的是倒忙就是你要找人来帮你帮腔给你打群架是吧？你得招一个正经的人。他认为这个泰国张叔是不正经的，而且呢他认为这是黑社会在威胁他。所以他这个西康呢还真做了一期视频，有回应这个事儿。我觉得吧，可能因为我也看了这个西康的数据确实是有很大的增长，也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当然西康最近的数据一直不错的因为他放飞自我了嘛。所以总体来说呢，一切才刚刚开始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原来我以为到现在这个话题，我不是在哈尔滨的这个秋林商厦里边做过一期的这个视频，当时说呢，我说可能2周就过去了，很快这个事儿就风轻云淡了。现在看起来呢，还有好几位手握的这个素材还没有向外播呢。所以我们继续吃瓜继续板凳坐着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